为了更加有效的就是发挥心理战的作用，就广播心理战的作用呢，咱们当时呢发挥了一种独特的这种战法，叫广播游击战。这么大的喇叭还能游击呢？不是这种，咱们有另外一种设施，用这种网络用语讲，就叫神器。这种神器叫做九头鸟。九头鸟，仅从名字，杨恒完全无法想象它的真容。不过很快，他们就在大喇叭旁边的一座陈列室里，见到了传说中的九头鸟。这就是九头鸟喇叭。它最早是美军海军在2战中间使用的。这款呢，应该是咱们从国民党军手里缴获的战利品。这个喇叭我在一个地方见过它。哦，是吗？在1949年拆除大典的这个播音设备当中，它也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了。哦，在天安门广场上使用。对，你看啊，这说明它的功率的确不低，每一个呢是250瓦，一共9个嘛。哇，那是不低了。那它这个传声距离有多远啊？3公里。3公里，那咱们大登岛距离金门岛不止3公里吧？在这儿恐怕还用不了。这主要是在角屿岛，角屿离金门呢只有1.8公里。那它就完全够了。对。人员和装备在角屿上迅速部署、迅速播音、迅速撤离，非常方便。大邓岛上的九头鸟彻底让杨恒开了眼界。之前认知中以炮兵作战为主的金门炮战变得越来越立体丰富。